想，如果当初罗志祥没出事儿，内娱综艺还能诞生多少笑料？考古早期几条才发现，他一个人就撑起了节目一半的笑点。大没事，做饭吧，做饭吧。你干嘛？最经典的就是这个朱碧石，别人在天台拍偶像剧，他倒好，在那 cos 奇遇则成了，一场戏分给他的，拢共也没有几个字的词儿，硬是被他演成传世名梗。这不要脸！行，这个有点过了，过了是吗？对，这个你呕吐的那个感觉有点像猩猩吃多了。而当轮到他当导演的时候，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场抢婚大戏，让前面所有的剧情都成了他的铺垫。脱须公子一登场，全场都笑喷了。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从不按剧本走，而小猪永远是出其不意的那一个。龟兔赛跑游戏，王迅被猪羊围攻，车钥匙被抢走后，王迅把他俩追到绝路，危机关头，小猪灵机一动，直接震撼我全家。都别玩！好。你真扔了！都不要玩了！你真扔了！还有那年大家一起比赛卖东西，坏人队的食物卖光了，看着好人队即将逆袭，反手就给他们的烤肉偷走了。可光是一盘肉也不够卖，这时的小猪回到厨房，看见什么卖什么。卖油哎！这卖油哎！卖肠子哎！肠子不要买，只一个人。摄影机谁要买？摄影机谁要买？谁的？对不起，要卖这摄影机了。这得亏是有导演拦着，不然感觉他收拾收拾能把整个剧组卖了。而在需要远程沟通协作的任务中，孙红雷提议用手比划。面对如此原始的沟通方式，身为3金的小猪终于忍不住暴走了。为什么我跟这两个他们怎么那么傻？用手比啊，小猪，用手比。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电话。当然了，他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这么精的，就比如没戴头巾的时候，转盘奶油泡，恐怖的逆向思维，真的看一次笑一次。黄色，我捡红色。绿色，蓝色，我捡红色，我都捡。我还没死。救命啊！笑成这样已经是痛苦的程度了，这个小猪还在往里加料。别的不说，光是自己演独角戏，放到现在够研究半年的了吧？还玩？还有他意外促成的名场面，猪羊巧设连环计，松鼠误伤断头台，王迅猜感染方式是亲一下，小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小猪想要搞事儿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肯定是亲一下。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因为新人一星，王迅又回来了，结果这孩子学坏一出溜。你说王迅点儿背吧，他一下就猜中了感染方式。但你要说他幸运吧，被猪羊兄弟吓跑后，直接上了真感染者黄磊的车，也是叫发财了。但如果你以为小猪的综艺感只是搞笑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肯德基事变，孙红雷抢走了张艺兴的箱子，被信任的哥哥背叛，给他委屈的直接泪洒地铁站。后面孙红雷不管咋哄，单纯且倔强的张艺兴就是不肯原谅。我错了。当您拿那个箱子那一刻起，你就得想到，您要拿完这个箱子，要你得承受的责任和义务。我承受了。他错了，他错了。在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之前拿走了我的箱子，那你也没有理由、没有条件、没有任何权利告诉我，让我来拿回我刚刚放在肯德基相信你的那个箱子。好了，他错了，这不是错不错的问题，是原则问题。就在场面一度尴尬的让人脚趾抠地的时候，小猪来了一波神之救场。你这都跑的还。孙红雷 ，Cheers！一下子，沉重的局面瞬间变得效果十足，那是既给了孙红雷台阶下，保住他的面子，又让张艺兴出了口气，不再计较这件事儿。我敢说，拿走箱子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但从业务能力方面来看，真的没得说。放起来可以不管不顾的放飞脑洞，把漏洞变成笑点。一旦察觉到气氛失衡，立马能巧妙的接住所有人难堪的能力，不是谁都能兼顾的。不是都说内娱捕获很快吗？这一款怎么还没有偏题出现？